如果有一天我被弗利萨打哭，你是否愿意给我一颗仙豆？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再变星星，你是否依然会用元气弹打我？如果我要问你什么，你是否想到超级赛亚人的变法？如果那是你一个不熟悉的星球，你会不会把王子战法当作路牌？如果这是一个赛亚人王子的傲娇，你是否会让他软饭硬吃，永不屈服？变形记，爱到最美是对波。这位身材娇小、性格嚣张、M 型美人尖的男子，就是本期《变形记》的主人公贝吉塔。作为贝吉塔星球王位的唯一继承人，自幼失去父母的贝吉塔，加之是王子的身份，这让比他年长的赛亚人对他的卑劣行为不敢多加制止。这一次，贝吉塔要被送到一个名叫地球的偏远山村，进行为期很久的变形生活。一向特立独行的贝吉塔，并没有乘坐节目组安排的大巴前往变形地点，而是带着自己的管家，驾驶着价格不菲的飞船，以一种极为浮夸的方式到達了地球。地球って言ったな。まあまあの星じゃないか。ピーピーうるさいひよこたち、挨拶してやろうかな。他这一来，对地球的村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地球村委会派来了村上战斗力最强的几位村民，来安抚这位少不经事的公子哥。可贝吉塔并没有接受村民们的好意，反而是放出了自己带来的几只名贵宠物，去欺负几位质朴的村民。几位村民也被这从未见过的城里人吓得不敢轻举妄动。就在此时，一位自称见过大世面、长相颇为帅气的村民雅木茶挡在了贝吉塔的面前，三两下就驯服了一只凶猛的宠物。当大家都以为这场闹剧就这样平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残りも俺一人で片付けてやるぜ。没想到的是，看到这幅世界名画的贝吉塔却更加兴奋了，指使自己的光头管家对村民进一步的欺负和羞辱。但一个村民在绝望之际高喊出了一个名字：嚣张惯了的贝吉塔听到了这么一个响彻国际的名字，他停手了。节目组也稍稍的松了一口气，但是光头管家并没有停下的意思，接连打伤了几位村民，甚至还向年仅5岁的儿童下手。就在这危急的时刻，那个在县城务工、拥有着国际巨星之名的村民回来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位村民悟空原名叫卡卡罗特，和贝吉塔是老乡，他是贝吉塔星球到地球的第一代移民。可是贝吉塔并没有因为老乡就对村民们网开一面，继续让管家欺凌乡里。但这位卡卡罗特毕竟是在县城见过世面的，经过了一番打斗之后，把光头管家打倒了。躺在地上的光头管家并未死心。贝吉塔少爷，咱们抓紧变大猩猩吧！哼，我贝吉塔就算被打死，从这跳下去也不会变大猩猩的。赶走了光头管家，独自一人的贝吉塔面对着眼前这个同乡，显得更加的趾高气昂，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两人打得有来有回，你来我往，最后气急败坏的贝吉塔使出了破坏力极强的绝招卡卡罗特，我操妈！但是还是被卡卡罗特怼了回去。但傲娇的贝吉塔仍然没有放弃。啊，真香！哎呀，
即使变成了外形丑陋的大猩猩，还是被团结的村民给制服了。由于贝吉塔的伤势严重，在地球上的变形不得不中断，节目组紧急的将贝吉塔送到了医疗水平相对发达的纳美克星村进行治疗，并把本期节目的变形地点改在了纳美克星村。几天后，贝吉塔恢复了健康，在纳美克星村，我们有幸遇到了宇宙书院的弗利萨教授，正带着自己的教师团队在纳美克星进行着支教活动。福教授听闻了我们这次变形计划，立刻参与到了我们的拍摄当中，并且要动用所有的师资力量，无偿的帮助我们对贝吉塔的变形。可是第一个去对贝吉塔进行心灵疏导的老师，就惨遭了贝吉塔的殴打。甚至还说出了好脏的烟花这样的污言秽语。贝吉塔不但没有一点羞愧，还越发的跋扈了起来，在纳美克星村肆意破坏，高速飙人，闹得整个村子鸡飞狗跳。有着多年教学经验、外形老实敦厚的多多利亚老师也遭遇了贝吉塔无故的殴打。就连一向注重形象的教导主任上波老师也被贝吉塔折腾的妆容都花了，美颜都被打掉了。本来我是个颜值主播的导致一直以来仰慕上波老师的榜一先生看见此情形也连夜删号逃跑了。贝吉塔的这一举动不仅侮辱了上波老师的尊严，同时也毁了他经营多年的爱情。就在我们准备放弃本次变形拍摄的时候，贝吉塔自身却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他偷偷跑进医院看望被他打伤的同乡卡卡罗特。节目组觉得在这个赛亚人王子的身上有些微弱的东西正在发芽。与此同时，宇宙书院的佛教授也没有放弃贝吉塔，他准备发挥多年折磨少年儿童的经验，亲自来调教这位顽劣的赛亚人王子。面对着佛教授，贝吉塔依然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对着佛教授不断的口吐芬芳。但现实狠狠地给了王子一记响亮的电炮。そんなはずはない。俺は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だ。双葉フリー原本以为